欢迎大家回来我的频道，我是 A 莉。那今天的视频呢，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6个我觉得今年春夏流行趋势非常火的包型。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的火？秀场上面他们又是如何演绎的？以及如果你对这个包型蠢蠢欲动，但是荷包又都捂不住的话呢，也给大家准备到了一个平替清单。那在视频开始之前，一定不要忘记右下角 CC 打开字幕选项。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应该是火了有2、3年的一款包型了，就是这种 Hobo 月牙包 Y2K 和千禧辣妹风在2025春夏继续影响着潮流趋势。这种弯弯的能挂在腋下的包，就是我们这种复古回潮的最经典的案例。因为这种弯弯的月牙包的整体的一个形状感呢，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能够做出各种不同造型的。那可去适配的皮质呢，有这种硬的，也有软的。那容量范围来讲呢，就要友好很多了。所以不管是去跟牛仔去搭配这种酷辣的街头辣妹风，又或者是职场人穿的，把整个 Hobo 包直接原地放大，就可以容纳下通勤所需的所有单品。各大奢牌呢也纷纷的拿出自家的 logo， 直接刻印在了这一些形状大小差异都不太大的包型上面。我觉得如果把 logo 遮住的话，谁又能知道这一款包是谁家的呢？但是有一说一，我觉得 BV 的 Hobo 包做的还是比较经典的，用到的是他们家的非常代表性的一个元素编织，以及Chanel今年出的这一款带着双个挂耳的 Hobo 包，也算是各大博主最近上升频率很高的一款单品了。还有以及轻奢品牌代表 Coach 去年推出的这一款 Brooklyn，一上架就直接全美卖断。今年呢，陆陆续续的有在补货，出了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尺寸、不同的颜色，可供大家根据自己日常的需求去进行选择入手。说实话，我也是专柜试背过了，见过这个包的实物呢，我觉得在一众动辄3、4千、5、6千的奢侈品品牌下面 ，Coach 的定价算是比较摸着良心了，皮质设计质感都没得说。那说到平替的话，大家不妨可以去看看 COS 这一类高阶品牌，质量对比上价格来讲呢，都是蛮香的一个选择。那之前秋冬的时候呢，也有在其他的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过，我在韩国的一个小众品牌上面入手的这一个 Hobo 的这种麂皮包包，也算是我日常通勤背的很多的一款包型。那这也是为什么我把 Hobo 包放在了第一个来讲，我觉得它是结合了美观实用以及整个的潮流趋势来讲呢，它应该是能够持续最久的一款包型。第二种包型呢，就是最近出场率非常高的这种保龄球包，又或者是它可以再更大一点，就会变成医生包。整个的包型的结构感特别的强，而且呢有一种复古的老钱风格在里面，线条呢偏于硬朗。要说包里面的建筑设计感最强的一款包，我会直接把提名给它。那像保龄球包不用说的，就是 Miu Miu 这款红遍大江南北的包包了。它也算是一个复古回潮吧，同样的是大小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小了一点呢，就会有这种古灵精怪的感觉；选大了一点呢，再去配上非常经典的各类型的挂饰、俏皮的玩偶，都能让你的包显得独具一格，别出心裁。那像 Prada 2025春夏秀场上面呢，就有这款包，它去搭配这种偏中性硬朗的单品呢，就能够让女性的力量感更强一点。那当然 Gucci 秀场上面呢，也是有用到了这一类的包型去做了一个偏复古的，强调突出70年代这种女性氛围感的穿搭。那像这种保龄球包，我觉得平替质感好的、颜值又在线的选择呢，就是我上期视频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Moonchef 他们家这款保龄球包，又或者是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韩国的这个小众品牌的包包 OSOI 他们家出的这款包型。我个人觉得呢，整体在线条、建筑感以及结构感的强调呢，都是还蛮加分的。这里呢有个选包的小 tips 给到大家，如果大家要选这种整个偏医生包的量感比较大的呢，建议皮质去选择相对柔软的。如果要选这种稍微小的、比较精巧的保龄球包型的话呢，建议皮质去选到偏硬朗的，整体看起来呢会更像一个小饭盒、小长方形的一个形状，这样呢就能够很好的平衡包包给人的一个感觉了。接下来第3种就是这种
各式各样的包上面再去围上一圈皮带的一款包包。那其实像这种带皮带的包包，很多经典的设计、经典的包型里面都能看到，比如说爱马仕他们家的 Kelly 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包括 Fendi 啊、Louis Vuitton 啊，他们家都是纷纷的把这一个带皮带的元素加到了自己经典的包型当中。但是有的呢，就是有一点硬要往上凑皮带的一个感觉啊，没错 ，BB 我点的就是你的名，这个真的看起来，还是有一点点违和感吧。那像这种包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偏比较硬派的，再去加上了一个皮带，这种很中性的一个氛围感的一个单品，但是呢，却也不妨碍 Miu Miu 在它身上直接继续套用玩偶啊、挂饰啊、钥匙扣啊，各种乱七八糟花里胡哨的东西往上面一挂，是不是就能够立马把这个皮带的中性男人感的一个感觉给去掉了？要我说啊，今年流行什么包都不如呢，你多买2个玩偶，多买2个钥匙扣，稀里糊涂的什么东西都往上一挂，那你的包呢，绝对是属于今年的潮流范畴当中。那像这一种包呢，基本上来讲，它们的容量都是非常的可观的，也比较符合了疫情之后大家对于包的一个态度，希望这个包呢是实用的，不单单是好看的，但是它要能够装下我所需要的所有的一切，而且呢能够兼顾各种风格的切换。那除了去配上这种可爱的玩偶啊、钥匙扣啊，还可以呢去把可能你之前买的这种小费包，又或者是你的耳机 AirPods 去搞一个非常可爱的外壳，就直接一大串的全给它挂在这个包包上。第4个类型呢就是编织包。那其实每年到春夏呢，像这种草编的包包呢都是不断的在回流的，而且特别是疫情之后呢，这种自然疗愈的思潮呢是持续发酵的，人们呢会更渴望的是这种亲近自然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过去的这1年呢，不管是去户外活动啊，或者是 camping 啊、露营这种生活方式呢，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推崇。那编织包呢，就恰恰好的能够去唤起我们对自然的这一点点渴望，然后对度假感啊、对夏天啊这一类的词呢，都可以在编织包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比如说罗意威的以及 Chloe 他们家的这2款非常经典的草编包，又或者是 Celine 的大 logo 的一个浅色的沙滩草编包，都是属于炙手可热的一些个草编选择单品。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上期视频有跟大家分享过的，有跟大家对比过的2款包包，一个是 Isabel Marant 复线的草编感的一个小号的包包，还有呢就是 Dragon Diffusion 了。Dragon Diffusion 算是这1-2年非常火，各大时装类博主都在推的一款编织包包的品牌。最大的一个特色也亚于其他品牌了，就是他们去拿牛皮去做这种很软的编织包包，整个的包的质感呢是非常轻、非常软，上手摸的时候是完全不会有被扎到的风险。那像这种草编的单品呢，除了去买这种篮子类的设计，还可以去选择水桶包，整个呢会更随性、更可爱一点点，也更容易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接下来第5种类型呢，就是这种软塌塌的大包了。那说到这种类型的包呢，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射出来的关键词就是安静的奢华，所谓的静奢风。那它的代表呢，就是 The Row 的这款大包，各类时尚博主人手一个。这种简约的无 logo 的设计呢，玩的就是一个，如果你知道，那我就是低调的有钱人，不会过度的张扬，但是呢，同时辨识度又很高的一款单品。这种自然的垂坠度啊，然后再加上皮质本身所带来的一个光泽感，会让这个包就是闪耀着一个低调奢华。那像这种软塌塌的没有形状的大包包呢，我觉得 COS 呢也是有2款，我觉得做的非常像冷肉平替，质感呢也是很不错的。又或者是大家可以去看看 Zara 的高端线 Massimo Dutti 他们家的。那偏极简风穿搭的朋友呢，对于这款包型应该就是属于一个包可以搭配一整个衣柜的单品了。那聊到最后一个包型呢，也应该是所有人都适用的一款，就是这种帆布包。那帆布包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容量巨大，再加上它因为用到的材料都相对来讲比较便宜，定价呢也会比皮质包包要好下手不少，属于主打一个用脏了也不心疼的一个状态。
而且像春夏的这一些个单品，比如说牛仔裤啊、T 恤啊、针织衫啊，都是属于搭配帆布包完全不违和的。那像比如说在法国的街头，你就能经常看见一个很优雅的法国女人，她们呢经常就是左边的肩膀是帆布包，右边的肩膀呢是她们搭配今天 look 的一个小包包。其实呢，只要设计、颜色搭配、质感上面都在线的话，帆布包的这个整体的颜值、使用范畴来讲呢，都会是比其他类型的包包要好下手不少的。那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 APC 这个品牌，他们家所出的类似帆布包的整个的这种 tote 的形状，不管是颜色方面选择 logo 设计，然后包括整体到手的质感，我觉得匹配上它的价格，以及时不时的可能还会有一些折扣，真的是属于一个大家可以无脑入手的一个包型了。那当然了，最简单而且最潮的就是直接去缺的就买个几块钱的帆布袋子，这就前段时间刚出的这个 mini tote， 也是属于全网抢疯的一款单品。所以呢，也由此可见，帆布包在大家的心目当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好，那以上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6个我总结下来的2025时尚流行趋势包包。那也欢迎大家在底下评论告诉我，你觉得哪一款最实用，又或者是你最种草哪一个？我也会把我能够找到的包包的链接呢都整理好，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最后呢，还是要总结一句，做这种潮流流行趋势视频，不是在呼吁大家你要立马去 get 这个潮流时尚单品。其实我觉得时尚呢，更多是如何去塑造一个属于你自己，以及别人一看到就说这就是你的这么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标签。开阔眼界也是属于建立自己的一个部分。如果想要开阔更多关于时尚方面资讯的视频呢，也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那再一次感谢你的收看，我是 A 莉，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